彭书记现在就在气头上，你要是进去，只会顶着撂着下不来台，你知道吗？林依然，你听我说，你这样不会解决问题，你只会激化矛盾，你知道吗？我把这2个小姑娘交给你，你是怎么带的？啊？天天拦着护着，你是要把她们培养成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啊？廖主任，队伍你是怎么带的？你带得好队伍吗？年轻人，有机会有条件，你就得让他们去冲，要培养他们这个肩上扛担子的能力。跌倒了怕什么呀？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这要流血呀！这个结果要上，彭书记他不会放你走的，不能去就跟我了。泡杯茶，看书，天天跟人讲历史故事。你说我们桃花镇能发展吗？你带得好队伍不？彭书记，我很愿意做文航自保的工作，再苦再累我都没有二话，但是我就是不能做经发办代主任的位置。如果不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你们都站这儿干什么？手头工作都忙完了。主任，还不去快工作？回去。主任。主任，我记得你们2个是要请我吃饭来的。我说过，我也说过，我说请您好多次，您都讲原则，不让我请。那我今天就破个例，咱们就不辩谈。主任。主任，还有这个。好。还挺香。这家串烤的可好了，我1/4的工资都给他们家了。哎呀，多久没有吃串了？上次吃，肯定是在结婚之前。你不喜欢吃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烧烤。可是啊，我的老婆、我的孩子不喜欢吃，我就没再吃了。在单位啊，我也从来不吃鸡。我总觉得吃人家嘴短，再有什么事儿就拉不下脸说话。你们也吃啊？去。主任，您自己喝呀，我们敬您。我祝您身体健康，永远快乐。廖老师，我不太会说话，但是我真的想谢谢你，谢谢您一直像父亲一样护着我。我就喜欢你叫我廖老师。说实话，我当老师啊，比当干部干得好。李然，我祝愿你在经发办代主任的岗位上不辱使命，干出好成绩，为我们桃花镇的百姓造福。廖主任，我不知道我该，不要说了，彭书记是对的，你有能力，想干事儿，就应该给你更大的空间，让你更有做。在我的眼里啊，你们两个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不想让你们
犯我犯的错，不想让你们像我一样难受。不说这些了，往后的日子啊，得你们自己走，好好干，别学我。主任，您别这么说，我觉得你是咱们全桃花镇最有学问的人。对，桃子说的没错，您是桃花镇宣纸理论家唯一一个人。你们不要哄我了，我有几斤几两，我自己心里最清楚。真的要把重担压在我的身上，我干不出个样子的。在单位，这个喊我廖主任，那个喊我廖老师，背地里没人瞧得起我。在家里，我老婆嫌我没有出息。我就是这个命，就这点本事。人到了这个岁数啊，就得认命。主任，您别灰心丧气的。文旅代言人怎么了？我觉得文旅代言人特别好，能把咱们桃花镇宣传出去，多有意义的事儿啊！以后咱们3个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咱们一起携手共进，创造新的辉煌。没错，我们不认命，无论我们在哪儿工作，都要把工作干得漂亮，赢得所有人的尊重。这个话我爱听。做好咱们自己的工作，为桃花镇的未来干杯！干杯！不管我们现在再怎么加班加点，再怎么倒班，就算24小时不停工，都不可能完成你安排的任务。现在直播间的订单量它就是大。这样吧，你把数据统计给我，能做出来多少？我协调集团其他工厂来参与文创生产。啊，好，我也是这个意思。我马上统计好数据报给你。这个呢是我们金陵12钗系列的第12款，也是我们的最终款。呼呼，呼呼啊，是12个姐妹当中最懒惰的。它是我们金陵12钗系列的限量款，全球啊只发售1000个。大家听的没错啊，我看见还有不了解情况的粉丝在问啊，从哪里能买得到呼呼呢？那么我再说一遍啊，在哪里都是买不到的，还有很多已经买到限量款的家人们，都是靠市价格是99元，今天在咱们直播间有打包福利，10只盲盒的打包价是799元，799元，这是我们直播间的返场福利啊！错过这个时间啊，我们就全部的恢复原价了。听好了啊，我们的我刚从采薇那边过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别卖关子了，说吧。咱们现在的销售额啊，已经覆盖了所有成本，已经开始盈利了。准备好了没有？来，准备。有效。3、2、1，上链接。来，小星，你也举起来。说两句正经的啊，真的非常非常感谢2位，由心底的认为2位是我的恩人。这话说的是对的，要没有我跟辛总啊，你现在啊，都回家捞纸去呢啊！哎，那话怎么讲？啥也不是，啥也不是。夸你2句还喘上了，夸2句干杯吧啊！干杯！感谢辛总啊！嗯，轩辕叔叔，哎，我想去你那儿看看你设计的东西。我爸说你设计的潮玩可好了，随便哪一个都值5000块钱啊？对吧，爸爸？值5000块钱。也没有都那么贵吧？我记得你那个手办，好像就99吧？啊？没有呀，10个打包价799啊。哎，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卖的太便宜了，至少2000。你们在说什么呢？
小新喜欢直接去公司拿呀。不，小新，我带你去啊。不，那不行，那怎么能随便拿呢？那再怎么说也是你宣言署辛辛苦苦设计出来的，是吧？啊，宣言啊，2000值，2000值啊，2000值。哎，你赶紧带着小星去看看你的丑案。行吧，来，小星，宣言叔叔带你去啊。宣言叔叔带你好好亲自向你讲解啊。这个时候就得让他去我就不管你爸要这个讲解费了啊。给，年轻人创业那就得付出劳动了，就得给钱。啊，小星。这孩子太闹腾了，没吃好饭吧？啊，没有，吃好了。哦，那我们找个清静点的地方聊聊天。太晚了，我熬不动了。时间还早着呢。那远吗？不远，就在那边，就聊聊天。好吧。上回跟小青聊天，他说他长大了想当一只非洲大昆虫。现在这孩子呀，这个思维跳跃的太快，今天说当什么大昆虫，明天就又变了。想一个这时候你别往心里去啊。挺可爱的。但肖总啊，今天吃饭的时候你也听到了，小新他说了，不喜欢你穿得太夸张，说明小新啊不希望成为焦点。西诺啊，怕你笑话啊，西诺。行了，当着孩子面我没好意思说，其实我穿成就他说的那样，戴着大链子那种，都是故意的。小星有几所学校，我是怕班同学欺负他，尤其是你们那些。你也是不容易。金总，我们家的情况你也应该清楚。小星挺可怜的，从小就没有了妈妈。我呢，平时工作又忙，对她照顾少，再加上我的教育方式确实是有问题，所以她不愿意搭理我很正常。我还是恳请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帮帮我，就算替我好好照顾照顾她，多陪陪她，哪怕……你别这么说，其实我跟小新待在一起，我收获了很多快乐，我挺喜欢他的。雨晴，刚才宣言提起来注册专利的事情，你抓紧时间帮他处理。咱们公司注册专利都是发到集团总部去搞的，那边更方便。行，那就尽快发过去，这些事情就不要再让他分心了。好。欣姐，怎么看起来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没有，我就是觉得小星那个孩子很可爱。真是想孩子了？妈妈，你回来了。怎么着也应该把孩子带上来，你可是他妈妈呀。没办法，法院已经判给他爸爸了，我会找回来看他的。梁姐，你照顾墩墩那么多年，你把他当自己孩子，你帮我照顾好他。我知道，你放心吧啊。谢谢。
那你赶紧去小岭啊，尽量把事情一次性都解决了，后面没什么时间了，我还得去开文房四宝文化节启动会呢啊！哎，过来，干什么啊？我今天看群里说，彭书记把咱们经发办设置成了文房四宝文化节筹备会的执行组啊。那个执行组目前就咱俩，我组长，你副组长。那个彭书记是领导小组的组长，罗副镇长是副组长。等会儿，咱都是官儿，谁干活啊？都干活啊。当然了，彭书记呢还要管着镇上的正常运转，主要还是罗副镇长带着咱们看。哎，今天呢，我们在座的诸位同志都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完成这项任务，不仅仅关乎着我们整个桃花镇宣纸产业的下一步发展，更关乎着我们整个桃花镇今后的长远发展，来不了半点懈怠，容不得丝毫马虎。林主任，怎么坐那儿了？这儿都给你留好位置了，快过来，快来！你是彭书记钦点的执行组组长啊，你肩上的担子最重，面对着考验也是最大的。我得让你坐我身边，我怕你临阵脱逃啊！你这要是跑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全完了啊！那具体的人员安排，一会儿让林主任细讲。这一次各部门一定要明确到人，待会儿把具体的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全部汇总到林主任这里。那么一切的一切都要听林主任的统一指挥，没问题吧？没问题。罗副镇长，他这个组长就是个虚职，您是具体负责人，大家还是要听你的指挥。出了问题，林依然也应该跟你反映，由你来处理。老廖啊，你要敢于把权力下放给年轻人嘛，你要相信他们的能力。你们看啊，现在安保、消防，包括紧急救护，县里头已经专门成立了一个指挥部进行安排，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办，就是来负责全国各地的迎来送往。那么诸位呀，我们还剩下什么了？不就是宣纸大市场这一块，把摊位和相关的事宜组织好吗？林主任，你来给说两句。我只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把这次的文房四宝文化节给办好，推动咱们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发展。之前廖主任呢一直都是反对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我特别理解他的担忧，因为之前宣纸文化节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对于咱们业内而言就算是自娱自乐。如果这次跟之前一样的话，我认为就是失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所以在这次的报告中，我强调了2个字：破圈，扩大我们的圈层，从业内到业外，从文房四宝的制造者、销售者、使用者，到年轻人中的各种圈层，吸引各圈层的流量。所以这届文房四宝文化节将首次开放性融合科技互联网和数字服务等多个新业态，相应配套打造多个应用场景。这次的口号是：桃花镇文房四宝文化节，新文化人的共同节日。廖主任，哎，老廖，你们慢慢吃，我吃完了啊。哎呀，我这个文旅代言人啊，在桃花镇呀，也是前无人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嘛的。那您就理解错了，很多地方都有文旅代言人，特别是这个文旅做得好的地方，这个文旅代言人呐，就相当于明星。你这个桃花镇文旅代言人可不一般啊，上一任是李白，这一任是您。那我啊，就是汪伦。以后咱俩就配合拍短视频，
就做文旅这块内容，给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引流。算了，你们年轻人的事啊，不会。您肯定能行，我来拍，您讲。您这一肚子墨水，要是搞好了，真能火。现在就流行这个。廖主任这个真行，就从咱们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开始。真的吗？下午咱们就开始啊，您吃好了就想说什么。好。我通知的是1点半在这儿集合呀，这都过10多分钟了，还是一个人都没来。来了。林主任。哎呀，你们怎么第一次就迟到啊？没有啊，我们1点半就从这里出发了，一点儿没耽误。是啊，这1点半上班是镇里面的规定啊。我说的是，桃子，下次通知说明白点啊，是1点半到，不是1点半出发。哎，行。 5个人的另外2个人呢？你是说王浩他们是吧？他们已经进去了。行，赶紧，快！我把东西放这儿怎么了？我放在自己的门口，碍着你们什么事儿啊？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各位，是这样，我们政府啊有新的规定，要办新的活动。 这些属于公共用地，你们必须得先收起来。它一个是不方便，第二个它确实影响也不好，对不对？我管你影响不影响，我放这怎么了？分明是你影响我们赚钱了，对不对啊？对呀，影响我们赚钱了，我们一直就在这儿。各位，你不办，我替你办还不行吗？管你必须起开！你怎么了？什么都不办了？来，把我带走啊！来，带走！哎，给我带走！你要先动手是吗？我动手了吗？是你给我胡搅蛮缠！还有霍总。 想让我们把你带哪儿去啊，霍总？不是，没，小林是这样的，我们在这摆了多长时间了？今天突然跟我说不能摆了，本来生意就不好，这样不是不让我们吃饭了吗？是不是？对呀，本来生意就不好，所以才要办这个文房四宝文化节，对不对？替大家吆喝，打广告，不是挺好吗？你看人小林说的，你刚才什么态度啊？啊，你要这样说不就完事了吗？哎，明年职场退社还得帮你跑呢。我肯定能收。 你这之前啊给我帮不上忙，我这还没来得及谢你呢。行了，你要是想感谢我，就让大家把东西收了，好吧？各位老板，各位老板，听我说啊，政府要搞活动啊，我们必须得积极配合，别说是不让摆摊儿，就是让我们关门停业，把我们饿死，我们也得配合。是什么规矩啊？蒋总啊。 协会呢已经给大家开过会了，已经说明了这次大会的目的和意义。没有人要求大家关门停业，好吧？领导啊，政府搞活动呢也是为我们大家好，但是不让我们摆摊儿，这跟关门停业有什么区别啊？就是这活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对呀。那这次展会还会给大家带来平时没有的客流量呢，还会带动大家的销售额呢，这你怎么不说呢？哎，小林可不敢这么说，谁能保证能够提高客流量？ 谁能保证有销售量？现在不让我们摆摊，这实打实的影响我们生活了，是不是？是，这才是根本问题。得听听大家的意见呀，民意不能违啊。现在生意难做，我们赌不起啊，对不对？对。你们呐也别把我们当小孩儿，话说的这么漂亮，不就是为了做什么政绩啊？对呀，剧本是你们编的，你们做主演，让我们过来跑龙套，盒饭都不管我们，然后还说我们打老本钱。 你们这样太会玩了吧？行，少说2句啊。行，那我也给大家说句真心话啊，搞不搞政绩要看搞什么政绩。如果办这个大会可以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那这样的政绩我就是要办，谁也拦不住。而且办这次大会，镇上出钱出力，免费给大家提供物料。如果大家能请来知名的书画名家的话，连展位费都给你们免了，这是漂亮话吗？这是漂亮事啊！ 大家一起努力，还能把这件事情干得更漂亮，这样不好吗？当然我知道啊，大家有很多质疑，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就把话都说明白了，好吧？我林依然今天就……行了，林依然，别说了。各位老板都在这儿啊。吴镇长来了。怎么了，王浩？听说你跟别人吵起来了？没有。道歉。快点。对不起，没事。 道歉啊，没事，人。还有你啊，林依然，跟你说多少回了，跟群众沟通要注意态度，多消消气啊！现在没有方法，这没有方法。
娄站长还得是你啊！二虎兄弟，我们就喜欢跟这种有素质的领导谈，是吧？没有。如果谈不好，我们再找大领导。不用找大领导就能谈好啊。这样，我呀代表桃花镇政府向各位老板说声抱歉。大家有意见有想法，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你看看人家罗副镇长这态度啊！其实啊，大家有意见有想法，知道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我觉得是件好事儿。我们政府嘛，就是为了维护各位的权益的，要不然还怎么叫做为人民服务呢？对不对？啊，对。看看罗副这镇长样啊，觉悟啊，有思想，有思想。这样，既然今天大家都聚在这儿了，我呢就讲两句。举办这次大会啊，这段时间给大家添了不少的麻烦，我也心疼，但没办法，还希望各位老板多多的配合。我在这儿给大家许个承诺，等到大会开启之后，让各位老板优先去选择好的展位，来弥补这段时间的损失，好吧？好。那既然大家都这么相信我啊，那就都散了。影响大家做生意多不好嘛，是吧？既然罗副镇长都承诺了啊，咱们积极配合啊，收摊。好，谢谢。我话还没说。这公平吗？这啊，这展位规划本来就不影响他们的正常营业。这好的展位是留给笔墨砚各方销售的。哦，这样白送给他们了，那其他展商怎么说呀？对呀，下次他们还来吗？而且现在展位本来就很紧张，那罗副镇长这么搞，不就变成了谁闹谁有理，谁闹谁有好处？真要开了这个口子，那影响就太坏了。有什么话说？我不满意罗副镇长的处理方式。小林，罗副镇长把一件有可能诱发群体事件的事情控制在萌芽当中，有什么不妥？何书记，没那么大的事儿，搞那么严肃。其实我们俩这事儿吧，我跟他单独聊聊就行，不打扰您了啊。小林，走，跟我回去。走啊。罗副镇长，这样吧，你要是手里有什么事儿，你去忙。好好聊，啊，我走了。知道今天错哪了吗？对罗副镇长的态度。这个罗副镇长处理问题，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完美，但他毕竟避免了一件事情往更坏的方向去发展。你现在也是领导岗位的人，一定要顾全大局，用人所长，容人所短。可是他那样的处理方式留有后患，可能会引发更多麻烦。那就事事警醒自己，事事认真，不给自己犯错误的机会。我们开展工作，不是看你手里的权力有多大，是看你肩上的责任有多重。扛不起这份责任，给你再大的权力，做不好一个带头人的，啊。现在的问题呢，不是我们销售的不好，是我们的产能跟不上。那怎么办呢？不能不播了，对吧？你们要好好琢磨一下，我们之前的盲盒，其实它就是一种饥饿营销方式。那么我们搞预售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营造好氛围，做好宣传，那么一旦我们的产能上去了，那我们的销售就会出现井喷。这样吧，你们啊再开一个会，商量好一个直播思路给到我，明天上午我们再碰一下，好吧？好，那你们忙。好。哎，你来的正好，帮我把包拿一下，去找一趟宣言，说一下会不会进。哎，欣姐，那个文创的版权登记下来了，刚发过来的影印件。太好了，我给他送过去。欣姐，你最好亲自看一眼。我一发现不对，就立马联系了深圳版权部的向主任。我跟他解释了，版权所有人不能是大雅斋，必须是设计者本人。他怎么解释？他说是上面要求的。上面？
哪个上面？没明说，我猜应该是董事长。凭什么觉得别人不行的时候就撤资，现在发现别人有价值了，就不顾脸面了，强取豪夺了？真无耻！你小点声，是心姐。现在就给董事长打电话。你冷静一点儿，越是大事越是要冷静。现在都这种局面了，他们让我怎么去面对宣言？如果这真是董事长的决定，他一定是想好了怎么应付你。我想说的意思是，您要考虑好，找出一个对宣言、对大雅斋，包括对您自己都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千万不能出现玉石俱焚的局面。哎，喂，董事长，您现在方便吗？方便，你说。哎，靳总啊，这段时间你在桃花镇分公司干得非常出色，啊，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呐。我要给你庆功，辛苦了。大家比较忙，我还好。董事长，我就是想跟您求证一下，您知道轩辕文创设计版权登记的事情吗？我知道啊，这件事情不是交给向主任去办了，怎么了？有件事情可能你不太了解情况，现在版权登记下来了，版权的享有者是我们大雅斋，不是轩辕。你是不是想问，轩辕的文创设计为什么会注册在了大雅斋名下？对，我很想知道。靳总啊，你在桃花镇分公司啊，主要负责线装书和高精书画这个业务，和轩辕这样的设计师合作呢，恐怕是第一次。可是，在总部这边呀，和各种各样的设计师合作啊，那可就多了去了。今天既然我们说到这个事儿呢，有两个事情啊，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啊。第一，总部和所有设计师签的合同上都会有这样一条：版权归属大雅斋。即便是知名一点的设计师，最多也就是共有版权。我听懂了，董事长。那如果轩辕他以后不愿意再跟我们合作了呢？那就不合作嘛。靳总啊，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我让法务调了你和轩辕签的合同，说句实话，非常不专业。你和这些设计师接触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了，是我们给了他们创作甚至生存的空间呀。可是他们呢，无一例外，一个一个只要翅膀硬了都会飞掉。你看看，这就是人性啊！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不是培训班，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对不对？第二，版权登记不是我们大雅斋刻意针对某一个人，也不是我们有什么预谋。版权登记是我们大雅斋和所有的设计师合作的一套标准的流程，这是必要的风险规避呀，也叫做自我保护机制。从现在开始，包括今后，轩辕所有和我们合作的文创产品，它的版权登记必须在我们大雅斋名下。我说清楚了吗？你站在什么角度上去跟他谈，包括会发生的一切后果，你自己要考虑清楚。在这儿，定了位置啊，这儿。好。看看。哎呀，太好了，这景儿。开始吧，3、2、1。大家好，我是老廖。你们知道学富五车它的资产量究竟是多少吗？你们知道入木3分背后的真实故事是怎样的吗？不是，你等会儿，廖主任，咱不是要讲文房四宝吗？对呀，主任，你是不是没认真备课呀？抛出问题，引发大家的求知欲望，这是教育心理学。廖主任，那您准备讲多久啊？咱们这是短视频，重点在短而精。那是因为他们没文化，只要讲得好，再长也是短；讲得不好，再短也嫌长。这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个道理。对，对，您继续，您继续。
哟，欣冉，来的刚好哎，快过来。啊，来，你看看这个。这是宣宝。没错，怎么样？有趣不？好玩不？可爱不？挺可爱的。哎，我给你讲讲我的创作理念啊。哦，你说。Z时代对于国潮文化的热衷啊，它本质上就是对于文化根源的追寻。没有文化信仰的支撑，年轻人的心是没有着落的。宣纸的千年守候，那承载的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共同的记忆。你现在摸到的宣纸，那跟古人摸到的是一种东西，它可以给你提供一种穿越古今的情感共鸣。亚克力、塑料板是完全达不到这种效果的。你说的很对，这才是宣纸和我们现代文创的天作之合。没错，就知道你懂我。我是想以一种不完美治愈学切入到 Z 时代的情绪当中去的。那你看啊，宣宝的设计上，你看这有2个小角啊，还有纸机的这个充电面，这都是我从矛盾中寻找了统一，混乱中找到和谐，从无序中找到美之后的最终效果的呈现。我还特意保留了一些纸浆的毛边，我就是想以这种不完美去给年轻人提供一种情绪价值。当年轻人内卷的时候，一看到他们，他就能放松下来。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的不完美并不能阻碍他们真我的表达，更不能影响他们的可爱。他们的缺陷恰恰能够缓解年轻人对于追逐完美的这种焦虑的情绪，从而达到一种治愈效果。你别光看呀，这后面还有文章呢。来，宣言，我给你展示一下。那是想跟你，你把这个拉出来，试试。哦，怎么样，有趣吗？这上面啊，可以写上一份祝福，也可以是一声抱怨，或者是一句吐槽。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是写上禁止内卷，肆意生长，巧妙不？做得很巧妙，也很有创意。看来依然的话对你是有敲打作用的。我们说100句，也不如他说1句有用。嗨，这叫兼听则明。这么优秀的女孩子，你可不能错过了，要抓紧出击。宣言，不是，今天你好奇怪呀。宣言，我那快干了，我再画一会儿啊。站在董事长的角度，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您要考虑他最后那句话，您是站在什么角度去跟宣言谈，会有什么后果？辛总，您现在代表的是公司的利益，其次才是朋友。其实不管是公司角度还是朋友角度，您都不该现在跟他摊牌。因为就像董事长说的，宣言是在一文不名的时候被大雅斋发掘出来的，而且您给的条件已经很优越了，跟大雅斋合作对宣言来说百利无一害，不是吗？雨晴，董事长现在这么做对宣言是不公平的。宣言，版权专利注册下来了。啊，是好事儿，好事儿。在我电脑包里，我拿给你看一眼。没事，就放你那儿就行了。你还是看一眼吧。别，就放你那儿吧，我丢三落四惯了，你也不是不知道，放你那儿我踏实。
欣姐，您不要纠结这个了，这真的不重要。现在的合作对宣言、对大雅斋都是双赢的局面。您要是现在去跟宣言摊牌了，这造成的结果对双方都是毁灭性的，包括你。宣言，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有话你就说。宣言，我是很郑重的，我也希望你能够郑重的回答我，好吗？这样够郑重吗？我是想说，你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能走到最后吗？你什么意思啊？我换句话说，就是在你功成名就的那一天，你会不会考虑放弃我？和大雅斋？你到底想说什么啊？我想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我实话跟你说吧，宣言，我……等等，你该不会是想跟我表白吧？啊！我别装，啊，别装，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啊，欣姐。虽然你一直都觉得我很帅气，我也有才华，但是咱俩不合适啊，欣姐，冷静，保持冷静。不是，宣言，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怎么会这么想？咱之前一见面就聊事儿啊，你今天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你还拿林依然在那试探我，你这不明显的吃醋吗？啊，不是，我没有，宣言。好，没有，好，咱就当没有，就没，就是没有。不对，宣言，什么叫做你当是没有呢？你就是没事儿。来，今天的事儿咱都烂在肚子里啊。什么就烂在肚子里？宣言，我是有事要跟你说的。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明哥知道，让明哥知道我就死定了。我不会让他知道的。我走。但是我是真的有事。好了，不是没事吗？没事，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宣言，你听我说。我知道，明白。你听我说吧。哎，宣言，咱们还是好朋友啊。是好朋友，你把门打开。我没说完呢，宣言，你把门打开。太疯狂了！怎么回事？怎么把事情谈成这样呢？这个场馆呢，我想作为国潮展区，那这里面有2个主题需要 AR 的技术支持，一个是 AR 寻宝游戏和 AR 水墨剧场。寻宝游戏呢，可能我需要5维关卡体系设计，那这是我们的策划案，你可以看一下。VR 水墨剧场呢，我想以《千里江山图》为蓝本，通过 VR 的设备，观众可以在虚拟的空间中跟水墨元素进行一个互动，比如说通过手势，是吧，来控制水墨的流动、扩散等一些动态效果。技术能够达到，场地没有问题，工期可以克服，设备都现成的。主要工作呢是根据具体环境进行3D 建模渲染，到时候多找几个人加班，能赶出来。还有就是您在设计的过程之中呢，我们需要全程跟踪，避免一些失误，毕竟这时间紧、任务重的。咱们的预算是多少？您的报价是多少？说实话吧，你们这个活动想法非常好，弄好了，说不定也是我们公司的优秀作品。是，价格嘛，不瞎说，60。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也跟您说一句真心话，就是您的这个报价呢，跟我们的预算差距，它有点大。有多大？万肯定还是万啊，就是6和10，只能选一个。那就是6万和10万。对。林主任，不用送了，那就等您最终确认了。没问题，期待我们合作愉快。
我以为他100%不会同意，没想到居然谈成了10万的成本费。这双方收益的分成模式，是咱们林主任大饼画的圆。这齐老师估计要在车上做美梦了。依然姐，我觉得等我们开大会的时候，肯定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哎呀，哪来这么些词儿啊？咱们一起努力啊，说不定就能帮齐老师的梦想照进现实了。一姐，这么谈的话，财神爷那儿应该可以过关吧？哎呀，我们财神办呀，只负责专项资金专项使用，总体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黄主任也挑不出来毛病的，放心吧。看吧，还是一姐对我好。行了，咱们赶紧啊去看一下文房展区布置怎么样了，把能解决的先解决了，到时候国潮展区一开，咱们指定都没时间了，赶紧的去。哎，依然姐啊，别去了，我刚从那边过来，没人。不是怎么没人呢？不是，我在群里通知过的，至少有3组10个人的。上午来了2个，中午回去了，下午就1个没来。那什么原因呢？依然姐，你要让我说，我就实话实说了，大家谁愿意来呀？本来就是各部门临时拼凑的，自己手里面活动忙不完，还得天天再往这边跑。这来了还要啥没有啊？喝水自己买，吃饭回镇里，单位的车还都有事儿，这来回还得自己开车打车。咱们做工作互相理解一下嘛，我们俩不也这样？你看这2天我们哪天不加班啊？这本来就是你们经发办的活，谁也没要搞这个大会啊。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吧？什么叫我们经发办的活？这是全桃花镇目前最重点的工作。你要是有怨气，你找彭书记，你找罗副镇长，你别在我们这儿。跑，你别冲我发火，我都来了。我说的那是大家伙的想法。依然，我也得回了，县审计局要过来审计，我得提前回去把账给理清楚。明白，辛苦了，一姐，回去。拜拜，一姐。我现在就在群里发通知，20分钟不到的，我一律上报给领导。行，桃子，别发了，在群里发通知，从明天开始把东西都搬过来，以后就在现场办公。至于餐食问题，我去跟罗副镇长协调沟通一下。这能行吗？能不能行都得行。行了，你俩赶紧去忙，我去找罗副了。哎。好不好？辛苦了。罗副镇长。啊，林主任来了啊！您先去忙。好啊。罗副镇长。哎，你要说的事情我知道，我这儿还是得做做工作啊。哎，我人员调配不动，必须要您这样级别的领导出面才行啊。那我也要跟人家春风细雨的好说好讲啊。出来工作不就是这样吗？做什么事你总得讲究个方式方法，不是吗？我觉得您必须给大家召开一个大会，毕竟现在时间不等人。好，这样啊，我这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接待，等完事儿了我过去一趟。包括你说的那个现场办公的用餐问题，彭书记已经向上面去申请资金了，只不过这里头现在就跟挤牙膏似的，这儿挤一点那儿挤一点，大概你也都清楚。这样，你呢暂时克服一下，暂时的啊。不是，你接待重要，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不重要。我的工作现在也要你来安排了，是吧？笑。华生，走。书记啊，这多部门协调是一件难事啊。这罗副镇长不出面，靠林依然恐怕是很难解决啊。不急不急，再等等看。这开幕日期给上面汇报了，广告也打出去了，这一转眼1星期就过去了，只怕是没时间再看看了吧？不着急啊，什么事儿完不成啊？让林依然多着着急，对他没坏处。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书记啊，您的定力真不是我们能比的呀。经历多了，定力就好了。对我、对你、对林依然都一样。明白。好，书记，那我先去忙了。好，你去忙。哎。哎，放！哎，师傅小心点，慢点，慢点。
秉国呢？哦，他那个临时有事儿，叫我过来盯。确定分工的事儿怎么能来回换呢？那他有事儿啊？我昨天跟他交代说，今天工人不能少于15人，他跟你说了吗？没有啊。那他跟你说这些条幅怎么摆放了吗？也没有啊。那你在这儿盯什么呢？我问你。我也不晓得呀。他中午临时打电话叫我过来，那我就过来了呀。行，那你在这儿杵着吧啊。哦。这两个。桃子姐，我真得回去了，这再晚开会就迟到了。领导就让我过来点个忙。你这工作还没做完呢，而且你是执行组的成员，归执行组管。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能一直在执行组吗？这事儿结束了，我还不是得回原部门。但你现在还在执行组，你不能不在意这儿的事儿吧？不是，我说实话，桃子姐，你也考虑考虑我们，对吧？我们现在呢就是蜂箱里的老鼠，我2头受着气，我真没辙了呀！我现在林主任，你让我发给网络平台的资料我都发完了。那个我明白，辛苦了，回去吧。谢谢林主任。你们呢？有事吗？要是能走的话，当然是。明白，回去。我还有个会。就让他们这么走了？不然呢？啊，你把他们都留下，他们心里也不痛快，何必呢？彭书记一来，人就全齐；彭书记不来，就这样稀稀拉拉，稀稀拉拉。就算来了，也是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这样下去，工作怎么进行啊？依然姐，是时候用你聪明的脑袋想想办法了，不然再这样下去，我感觉就……回镇上，通知他们下午开会。好。什么主题？执行工作会。执行工作会，就我们每天开的那个，我感觉也没。哎呀，你呀，就按我说的办就行啊。好，听你的。什么时间？时间的话，你等我通知你。好。艾薇葛主任。是，对，你可能得帮我一个忙了。依然姐，你看咱们就来这么几个人，这会还开吗？这怎么回事？那些开会的人呢？为什么还不来啊？各位，我就不明白了，咱们等什么呢？依然，得行不行？再等等。好。好，咱们大家先看一下手头的这个策划书啊，有很多环节都是有调整的，我们得把这个方案看熟了，才可以更好的执行。林主任，咱们快开吧，我一会儿还有个稿子要写呢。林主任，彭书记在等你新改版的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执行方案呢。他3点钟要到县里去汇报，你赶紧的呀。不好意思啊，葛主任，我这边结束马上就过去，麻烦您跟彭书记说一声。啊，手机也不接。我要讲几句关于纪律的事情。首先，我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是我提议出来的，但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是整个桃花镇的，而且彭书记也一代重申，要全力以赴，重点对待。怎么样？哎，彭书记好。坐，都坐下。这是您要的文件。好的。哎，就这么几个人在开会啊？啊，彭书记，您现在看到的是人最全的一次，现在这个情况，做什么都抓不住人，说什么都没用，进度都被耽误了。哎，这个不行啊，这个啊，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文房四宝节是我们现在镇上的工作的重中之重。那这些不来开会的同志们几个意思呀？林然，从今天开始啊，
全面整治，一次到位。葛主任，把这个缺勤名单给我统计一下，再有下次，取消他们全年评优的资格。好的。有什么问题，让部门长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就不信了啊！这把镇上的工作安排当耳旁风，什么意思呀？那个彭书记，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现实困难的，对吧？昨天在现场我还看到你们见缝插针的在做自己本职工作，一人两职，挺不容易的哈。下次我看紧一点啊，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出现了。你们以后都会配合我工作的，对吧？配合。那个彭书记，我会保证这次大会顺利举办。如果出问题的话，您处理我。好，就按林主任说的办。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了。彭书记，太忙。哎。行了，彭书记的态度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希望你们回去能够相互转告，引以为戒。我能帮你们求一次情，求不了第二次。我不希望以后大家取消评优，然后又连累自己各部门的领导挨批评，对吧？这样的后果谁都不希望看到。行了，接着来吧。哎呀，这个小姑娘，哎，鬼精鬼精的，现在越来越聪明了。这都是书记引导的好啊。廖主任还说呢，这个林依然不长进，这不现在进步挺大的吗？脑子活泛了，也算进步。是啊。葛主任去忙吧啊。好好，书记啊。去哪儿了？慢点儿。哎呦，怎么买这么多零食？给我的。来拿着，拿去给现场的那些同事们分了啊。哎呀，你可真行！刚将了他们一军，现在又给点甜头。跟负责后勤的同事们说一声，从明天开始呢，准备矿泉水还有盒饭。这矿泉水呢，按人数的3倍准备，不够的话随时补充。盒饭的话，按3比4吧，以防有人吃不饱。行。但有个情况啊，咱们账上的钱不够了，说好给咱们6万，现在只有1万5，每次跟罗副镇长要钱，都是拖，根本不管我们死活。你让他们准备吧，不够的话让他们找我。什么情况？怎么突然这么有底气啊？我先自己垫上，等发工资了再报给我就行了。也行。行了，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有点事，我先走了啊。去哪儿啊？不是，哎。AR 墨林寻宝和水墨剧场的这2块，我对接了专业的公司，但是我最看重的还是文人雅集。大家呢可以在互动的过程中更加了解宣纸和文房4宝。然后呢？然后？对啊，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啊，这我们的设计场景不是太那个什么了吗？所以想请您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大设计师，对吧？你别跟我来这套啊！这有些人啊，撒娇呢，大家不喜欢，就会很容易答应他的条件，让他赶紧走。你就不一样了，你越撒娇，我越不答应，因为我想多看一会儿。那照你这个意思，我联系廖主任得了呗，我让他给你打电话。哎，别联系他，我可不想听他跟我上课。哎，有正事吧？我答应你了。没正事了，说完了。没了。啊，那个场景怎么设计，你跟我直接说就行了，因为我们没钱。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有意思啊，白拿还这么理直气壮的。那你不帮算了吧？那我就回去跟领导说，说我想法幼稚，那个脱离实际，思想不成熟，还有不讲道理、厚脸皮，这些都得深刻剖析，好好自我批评。也行了，你说吧，钱呢是真没有，事情呢是真想干，你怎么才能帮我？那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吧。就我这俊朗的外表、高尚的灵魂，不值得你来夸一夸吗？夸是吧？哎，行。